我舔了顾城和5年，他依旧厌恶我至极，为了摆脱我，将我送给这个城市最低贱的乞丐。他那种人只配烂在泥里。我勾唇，5年里我不受控制地爱惨了他，我也不想啊。现在我终于能如愿脱离剧情控制，结果他却赤红着双眼，割破了自己的手腕，声嘶力竭地求我别走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能跟顾城和在一起，全靠我死皮赖脸的犯贱。我知道他心里有人，却还是恬不知耻地爬上他的床，一是为了钱，二是为了活命。我只要一离开顾城和超过2天，我的身体就会受到密密麻麻的电击感，轻则晕厥，重则休克。从科学上完全无法解释，但我不得不怕，因为我想活着。我以为就这样和顾城和纠缠下去挺好，直到我拆了主卧的门锁，看到了满柜子的情书，全都是顾城和写给齐韵的。从16岁到26岁，占据了整个柜子的半壁江山。说来可笑，我跟了顾城和2年，但他从不允许我进他的房间。即使我们2个做了最亲密的事，他也是跟我在客卧。在无数不为人知的夜晚，顾城和下了我的床，就是怀着对另一个女人满腔的爱意入睡的。心脏针刺般的痛意席卷了我，我连腰都直不起来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动心了。我讽刺的勾唇，强烈的耻辱感席卷了我。多久了，我都快忘记曾经的我是什么样了。于是我直接一把火将顾城和的卧室烧了，算是自欺欺人的维护我最后的一丝尊严。等顾城和赶回来的时候，主卧里已经烧得连渣都不剩了。我狼狈不堪地站在外面，装作被吓坏的模样。但我没想到齐韵也跟着顾城和回来了。城和，你干什么？这么大的火，进去你就没命了，东西难道比你的命还重要吗？齐韵紧紧抓住抬脚就想往里面冲的顾城和，冷声地呵斥他。跟在后头的顾瑶瑶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擦了一把汗。哥，你干嘛跑那么快？不就是烧了个卧室吗？烧了就烧了呗，你干嘛不要命地往里面冲？顾城和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，才痛苦地抱住脑袋蹲了下去。齐韵心疼地拍着顾城和的肩膀，顾城和抬起头，2个人的视线撞在一起，却又欲盖弥彰地快速挪开，宛若一对被硬生生拆散的璧人。我紧紧地盯着他们俩看，却突然被顾瑶瑶挡住了视线。她充满敌意地瞪着我，严西西，你怎么那么没用，整天啥事不干，被我哥养在家里，连卧室着火都不知道。你要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一个为了钱主动爬床的女人，要不是我哥负责把你领回家，现在你还不知道流落到哪个风月场所呢。结果连个保姆都不如。顾瑶瑶从一开始就看我极不顺眼，也是，我只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偶然攀上了顾城和这棵大树。他周边的人就没一个看得上我的，甚至现在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。瑶瑶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严小姐？这种突发事情谁也没想到。严小姐，我替瑶瑶向你道歉，是她口无遮拦。我紧抿着嘴，沉默着。一旁的齐韵却突然拉过顾瑶瑶，一脸歉意地朝我开口。我抬眼，认真地注视着齐韵，想从她眼里看到一丝端倪。结果让我很失望，我能感觉到齐韵是真诚地替顾瑶瑶向我道歉。齐韵姐，你道什么歉？我难道说错了吗？我哥根本就不喜欢她，要不是严西西贱，死死缠着我哥不放，她怎么能住进来？要我说，这种女人就该跟外面的乞丐凑一对，
烂人就应该烂在泥里。顾瑶瑶故意咬牙切齿地瞪着我，说出的话越来越过分。我紧紧地捏住拳头，指甲陷进了肉里，疼痛让我清醒。按理说，跟了顾城河2年，怎样过分的话我没听过。但是今天，我不想忍着，也许是因为奇运，在臆想的情敌面前，遍布的羞耻感让我心中涌起一股股热意。好了，今天的事到此为止，我送你们回去。我刚想说话，就被顾城河生硬地打断了。他冷着脸站起来，麻木地瞥了我一眼，就往外走。顾瑶瑶冷哼一声，故意走过来撞我的肩膀，妍兮兮，还以为我哥能在意你几分，看来我还是高估你了。你看，我都这么骂你了，他还无动于衷，认命吧，见命就是见命，别妄想自己不配得到的。你说，我要是把你杀了，我哥会动我吗？不会。我早就知道顾城河不爱我，但我以为他能留我在身边，至少还有几分情谊。但刚才他像在看死人一样的眼神看着我时，我明白了，我只是他无聊时上可玩弄的一件玩具，必要时会被毫不犹豫地丢掉。当晚，顾城河发了狠的要我沁着眼泪求饶：别，我疼。呵，一个送上门的玩物而已，你还配喊疼？被老子调教了2年，真以为自己是根葱，还敢烧了我的卧室，真把我当傻子耍。他知道。我心上一凛，直直撞见顾城和盛满冷漠的眸子，我害怕了。敢做就得付出代价，这是一场折磨，一场虐待。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生了退意，我真的要靠这种方式活下去吗？那天之后，顾城河将我扔在桂园，整整2周都没有再踏足。我只能像个变态一样睡在沾着他味道的床上，闻着他穿过的衣裳，缓解身上的痛感。但让我诧异的是，这次的电击感好像缓解很多了，大部分疼痛感我都可以靠着自己挨过去。会不会我对顾城河的依赖已经在慢慢降低了？那我是不是有一天能彻底的离开他，还能活下去？我淡淡的勾唇，也是，如果能体面的活着，谁想犯贱？我再一次收到顾城河消息的时候，是一个晚上，但我赶到酒吧，却没找到顾城河人，因为我一进去就被打晕了。这个女人送你了，我就一个要求，别让她再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我后脑勺传来钝痛，却迷迷糊糊地听到熟悉的声音：好的，小姐，你放心。陌生讨好的男音让我鸡皮疙瘩都瞬间立了起来。我警惕性地睁开眼睛，看到的是一个肮脏的乞丐在朝着顾瑶瑶点头哈腰。哟，醒了，那我也不藏着掖着，我哥让你今后不要再出现在他面前，免得让我韵姐姐误会。我心善，还给你找了个男人，怕你离了男人就活不了。看到我醒来，顾瑶瑶也一点都不慌张，气定神闲地抱着胳膊。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保管把这个女人收拾得服服帖帖，不会让她去打扰贵人的。乞丐抬起脏兮兮的手发誓，顾瑶瑶却嫌弃地捂住鼻子，后退一步：行了行了，别靠近我，臭死了，这些钱是你的报酬。说完，顾瑶瑶就捏着鼻子扔下一把钱，嘟囔着走了。我撑着身子坐了起来，摇摇头，维持着神志清明，看着乞丐在一旁异常兴奋地数钱，真是太赚了，出来一趟，白得了一个婆娘，还白得了一笔钱。趁他还沉浸在兴奋当中，我悄悄地捡起身旁的石子，藏进了衣袖里。男女力量悬殊，我想逃，只能一招定胜负。不愧是伺候有钱人的，长得细皮嫩肉，我正好把你带回去给我的弟兄尝尝，可不能浪费。乞丐流着哈喇子，
目光不明地盯着我裸露在外的皮肤，我的心里恶心得快翻江倒海。顾瑶瑶到底是多恨我，能把我扔进乞丐堆里？要是不尽快逃出去，我可能得死里面。我强装镇定，勾唇，摆出笑容。好啊，伺候谁不是伺候？赶紧带我走吧。没想到我这么上道，乞丐一瞬间呆愣住了，随即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捞起左手旁脏得看不出颜色的麻袋，将钱装进去，然后凑过来我身边，真香。铺天盖地的臭味让我呼吸不过来。我克制地跟在他身边，我的顺从让他更加放肆，我只能忍着，暗暗计算着机会。终于在拐角处，我拿着石子朝他的眼睛刮去，他吃痛地抬起手捂住眼睛。我朝麻袋踢了一脚，里面的钱都洒了出来，然后我用尽平生最大的力气往外跑，一边喊着撒钱了，撒钱了。贱人！本来人不算多的交叉路口，因为我的喊声，突然跑过来一拨人。乞丐本来想追我，一看有人朝着自己的麻袋走来，立刻折返回去捡钱。这是我的钱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屁！你一个乞丐能有这么多钱？别是偷的吧？越来越多的人朝乞丐包围，一哄而上，自顾自地捡钱。我就这样顺利地逃了出来。刚才没注意，现在才发现自己的手上、脚上都磕破了，脖子上还有一道长长的血痕，显然是刚才被打晕时留下的。我拦了一辆车，先去医院处理伤口。没人在意我，我却得自己在意自己。只是没想到顾成河竟然会赶到医院，一见面就铁青着脸质问我，今天的事瑶瑶已经跟我说了，你怎么这么自甘下贱？为了吸引我的注意，竟然跑去找乞丐。顾瑶瑶幸灾乐祸地附和，是啊，哥，你不知道，这个女人可不要脸了，这些不过都是她缠着你的伎俩，你都被她骗了2年了。我都快气笑了，经历过这件事，我也看明白了，只要我还留在顾城和身边，别人不说，顾瑶瑶绝对会往死里搞我。今天要不是我反应快，我会经历比死更可怕的事情。况且现在我已经不会一离开顾城和就没命，只要不会致命，痛一痛又何妨？我直直地盯着顾瑶瑶，自己做过什么事情自己清楚，别以为自己有钱就能为所欲为，真要查起来，什么都是查得到的。被我狠厉地眼神吓到，顾瑶瑶闪躲着，顾成河却一脸戾气地挡住我的视线。明明是你自己做错了事，还敢威胁别人，我看这次给你的教训还是轻了。我不可置信地抬起头，我被你妹扔给乞丐，动动脑袋都知道我会经历什么。我逃出来了，你却不听我的解释，张口就污蔑我。我妍希希是犯贱，瞎了眼找上你，但我还不至于贱到找乞丐。刻意忽略心口的那一抹疼痛，我还是对不该动心的人动了心。这是我的报应，但我不想忍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要有尊严地活下去。顾城和脸上涌起一丝诧异，神色复杂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说出来的话却让我更加寒心。就算是瑶瑶将你扔下，但你有手有脚，不是逃出来了吗？何必咄咄逼人？要不是我当初把你捡回家，这些事你早就经历过了。看来是我把你惯得真让你以为自己也是个人物。我呆呆地望着顾成河，笑出声，是哦，我还得感谢你当初将我带回去呢，是我自己作孽。那我现在决定离开你了。顾大少爷，少爷是不是该甩我一笔钱，当成这2年的酬劳？说来可笑，我无名无分跟了顾成河2年，他却很少给我钱，只是心情好的时候会给我买礼物，但也很少。可能从一开始，我在他心中就连情人都算不上。
我认得清楚现实，我本来就是孤儿，上学靠助学贷款和打工，毕业后就为了活命待在顾城和身边，手头根本就没有钱，唯一的一点储蓄还是顾城和给的，所以我不可能会硬气的不要他的钱。再说，跟了他2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不会多拿，但我应得的我都会拿回来。严西西，你原形毕露了吧？你缠着我哥就是为了要钱。哥，你别给他，她就是一个捞女。顾城和还没说话，顾瑶瑶就按捺不住骂我。我似笑非笑地盯着他。对了，我还要一笔封口费，不然我就报警告顾瑶瑶将我卖给乞丐。虽然对你们有钱人来说可以用钱摆平，但名声肯定会受影响。贱人，你敢威胁我？娇生惯养长大的千金小姐，从来都没被人威胁过。我的话一出口，她就气急败坏地朝我扑过来。我后退一步躲开。你们考虑考虑，我要得不多，50万就行。说来讽刺，我计算过，这50万够我普普通通的熬过一段日子，却还不够顾城和一个晚上的开销。我自以为我也不算狮子大开口，就没再理他们，起身去找医生包扎伤口。脖子上的伤因为没有及时处理，已经有点发炎。等我出来，原以为顾城和已经走了，却没想到他等在医院外，不是要钱吗？上车。我看了一下车里没有顾瑶瑶的身影，犹豫了片刻，还是坐了进去。有什么要谈的现在说，一会儿直接把我送到酒店就行，钱你考虑好之后打进我的银行卡就行。顾城和目视着前方，脸色晦暗不清，良久才侧过头看我，留在我身边，以后我每个月给你30万怎么样？不比你直接拿着一笔钱划算。我皱着眉，条件反射地转头，甚至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。怎么，顾大公子舍不得我？以前是我脑子有病没转过弯来，以后不会了。呵，严西西，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一次机会，你最好别玩欲擒故纵的把戏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要不是看在你已经跟了我2年的情分上，我可不会给这个机会。一听我不愿意，顾城和的脸立刻拉了下来，语气不爽。我满不在意，放心，我要是再往你边上凑，我就不得好死。许是我这次语气坚定的仿佛真的一样，顾城和停下了车，错愕地望着我。许是决定放弃，压在我心底的石头终于让我有了休息的机会，索性耐着性子继续解释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看不上我，所以平日里都尽量忽视我的存在。之前我可能的却存了一点不可言语的小心思，但你放心，我已经将它掐断了。以后我不会再自找没趣缠上你，祝你以后事事顺利。想通了的我内心突然开始豁达，说完这番话后，我就脱下安全带，开了车门就走。接下来，我的人生由我自己做主。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，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我临时拦了出租车，就直奔酒店，开了间普通住房，舒舒坦坦地休息了2天，我就在着手找工作事宜。毕竟现在的我，不只有了2年的空窗期，还没钱啊。手机里只有30多万的存款，还是这2年跟着顾城和抠下来的。短暂过日子行，但是在这座城市，却连付个首付都不够。而顾城和约莫还以为我是欲擒故纵，等没钱了，自然会回去找他。答应我的分手费迟迟没到。我暂时没时间搭理他，因为我发现我最近的状态有点奇怪，开始莫名的呕吐、犯恶心。我不会怀孕了吧？明明我和顾城和在一起的每一次措施都是做得非常好的，怎么可能？怀着强烈的不安，
我去了医院检查，却得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：我真怀孕了，而且已经2个月了。此时不愿意相信，我也得相信。医生，我考虑了一下，我想将这个孩子打掉，麻烦你给我约一下手术。短暂考虑了一下，我还是决定打掉这个孩子。不说现在我根本就没有能力独自去抚养一个刚出生的孩子，而且就算我将孩子生下来呢，顾成河的种万一被发现，麻烦事还一堆。作为一个孤儿，我比谁都能理解，在没有能力照顾孩子长大的时候，生下来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，更是对孩子的不负责。行，那我给你约下周2的手术，这几天你再考虑考虑。现在你身体各方面指标都是很好的，其实完全可以将这个孩子生下来。我笑了笑，谢谢医生建议，但这个孩子我绝对不可能生下来。出了医院后，我照例去超市买菜，回出租屋做饭。工作没那么快就能找到，所以我就从酒店搬到了出租屋，给自己做了一桌子美味的菜。我扶着肚子，将饭菜都吃了下去，心里默念：宝宝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希望你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母亲，有一个更好的人生，别来妈妈肚子里托生跟着受苦了。可能是女性天生的母爱，我话说的再坚定，但内心还是会不忍，甚至会动摇。要不我远走高飞，将孩子生下来自己抚养不就好了？但心里的小人摇头，不行，我自己身体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。这段时间离了顾成河，我虽然没再受到密密麻麻的电击感，但偶尔还是会有点疼。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安稳活下去。好吃好喝的伺候了自己4天，我还是按时来医院做手术了。我特意让医生给我打的麻药少些，清楚地感知痛意，算是我对自己的一丝惩罚。一场手术下来，我的心理和身体经受了双重折磨，但我不曾后悔，以至于最后走出手术室的时候，我感觉身体都有些直不起来。严西西，你告诉我，孩子是谁的？我金尊玉贵的养着你，你竟然敢在外面给我找野男人！我刚扶着过道的椅子坐下，就看到顾城和气势汹汹地冲过来，身后还跟着顾瑶瑶和齐韵。我现在的身体非常不适，不想再和他们折腾，就将头转向一边。好啊，严西西，我就知道你肯定偷吃了，花着我哥的钱，你竟然敢找相好，估计是别人也不想当冤大头，你才跑过来打胎的吧？哟哟哟，真是可怜又可悲。顾瑶瑶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在一旁煽风点火。齐韵则是一脸爱意地看着顾城和欲言又止。几天不见，齐韵竟然这么快就被顾城和攻陷了，真是没想到。严西西，你说话呀，到底是哪个野男人的？你就是为了这么个野男人才坚决要跟我断绝关系的？顾城和脸上青筋浮动，拳头捏得紧紧的。我搞不懂顾城和在生气什么，生气自己被戴绿帽吗？哥，别跟严西西那个贱人多说，肯定是有妇之夫的孽种。我早就说了，他不是个安分的。闭嘴！顾瑶瑶嘴巴不饶人的叽叽喳喳，却没想到头一次被顾城和凶了。一直以来，不管顾瑶瑶犯了什么错，顾城和从来都不舍得凶她一句。也是这个缘故，才惯得顾瑶瑶不知天高地厚的性子。哥，你竟然为了这个女人凶我！顾瑶瑶被吼了一嗓子，脸色不可置信地指着顾城和。顾城和意识到不妥，懊恼地瞥过眼。我心底突然涌起报复的欲望，我直直地盯着顾城和，想知道孩子是谁的。很简单呀，可以将胚胎组织送定检进行亲子鉴定，大概率是可以测出来的，你可以试试。
是什么事？我们又不知道那个孽种是哪个野男人的。顾成河没有反应过来，呆愣地站在原地。顾瑶瑶却条件反射地开口反驳我：你的意思是，这个孩子是我的？顾成河伸出手，死死地捏住我的肩膀，语气颤抖。虽然我不知道顾成河摆出这个如遭雷劈的表情是要做什么，但不妨碍我给他添堵。我苦笑着扬起嘴角：顾成河，这个孩子都快3个月了，我整天被你关在家里，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，你觉得呢？要是你实在不相信，欢迎你去做个鉴定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就是因为这个孩子是你的，我才要打掉怀你的孩子，我嫌恶心。你竟然跟打掉我的孩子！顾成河暴怒地扣住我的脖子，眼睛发红，神色癫狂。成河，你干什么？赶紧放开！没料到顾成河情绪会直接失控，齐韵和顾瑶瑶都愣住了。最后还是齐韵最先反应过来，连忙扯开。路过的医生听到动静也过来将顾成河拉开。没了禁锢，我跌坐在椅子上，大口大口的呼吸，被旁边的护士扶着去了休息厅。而顾成河则是被齐韵和顾瑶瑶拖着走了。原以为经过此事，我和顾成河应该没有交集，却没想到他竟然直接将我掳走。顾成河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再次睁开眼，却发现自己手脚被铁链拴住，绑在床头，而顾成河却居高临下地坐在沙发上，欣赏我的窘迫。干嘛？你杀了我的孩子，不得还我一个？严西西，我告诉你，招惹了我，你就必须负责到底，别想跑。顾城和莫同应出私怨，邪笑着欣赏我的不安。我试图走过去，却被铁链绊住了脚，只能强行镇静下来。顾成河，以前是我不懂事纠缠你，但我受到了惩罚。孩子，你今后的爱人会替你生，你没什么好生气的。要是我这次真的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，对你反而没有好处。你怎么知道没有好处？谁给你的权利替我做决定？严西西，你永远也别想逃，我们注定会一辈子纠缠在一起的。顾城和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，捏住我的下巴，眼底的恨意清晰可见。我甚至不明白，我明明按照他说的离他离得远远的，他为什么却一反常态地死咬着我不放？难道就因为我没经过他同意打掉了和他的孩子？管家将严西西给我看住了，不得出房门一步。我的意识还在神游，顾成河却叫来管家吩咐了一顿，然后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走了。我就这样被不明不白地囚禁在别墅里，连房门都不能出。每天由佣人给我拿3餐进来。严小姐，这些都是顾先生吩咐我们给你做的补汤，他对你可真好，很关心你。我慢悠悠地喝着手里的鸡汤，一旁的佣人星星眼地夸赞顾成河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放下手中的勺子，把你像犯人一样用铁链绑着，给你施舍一点饭，换成你要不要？佣人理解，看出我心情不爽，进了声，默默闭了嘴退出门。尽管讨厌顾成河，但我知道自己身体现在虚弱，需要好好补充营养，所以拿过来的补汤我都会喝完。所幸这段日子顾成河没怎么来打扰我，只是偶尔1、2次半夜的时候会独自进我屋，站了一会儿就自己走了。我对他的行为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。要不是知道他非常讨厌我，我都快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爱上我了。左右顾城和没什么动静，所以我也不害怕，心安理得地被别人伺候。因为我知道，自然会有人来放我出去。顾城和关不了我太久。果然，
又这样过了2周，齐韵来了。严小姐，你爱成河吗？我抬起眼眸，点头又摇头。曾经对他动心，但现在已经完全不爱了。齐韵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，嘴角强行扯出一抹笑。我就知道是成河亲手摧毁了你的爱意，但他也受到了惩罚，因为他重新爱上你了。我惊讶地抬起头，怎么可能？齐韵却淡淡勾唇，说来好笑，我命运般地爱上了成鹤，但他却脱离了轨道，爱上了你。严小姐，你应该很怨成河吧？恨他之前这么伤害你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之前他做的那一切都不是出于他的真心，你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吗？我皱了皱眉头，刚想说怎么可能，却对上齐韵认真的表情，思忖了好一会，斩钉截铁地回答：不会。伤害已经造成，不管是不是出于他的本意，但却没有转圜的余地，就算摔碎的杯子粘起来，也已经装不了水了。你果然是个妙人，他们从来没有认清过你。没想到我的态度如此坚决，齐韵短暂惊讶过后讪笑出声：你能帮我出去对吗？看到齐韵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这场闹剧结束了。如果这是你真心的想法，我可以帮你。我点头，好。你们干嘛？齐韵，你怎么在这？我话音刚落，房门突然从外面被踢开，顾城和一脸着急地走进来。成鹤，我只是来跟严小姐聊个天，没做什么。既然你回来了，那我先走。齐韵起身告退。顾城和阴沉着脸瞥了我一眼，吩咐管家在房间里安了监控，然后走过来，拉住我的手，摸到了手腕处。严西西，你别想逃出去，不然我会拉着你一起死。我没有错过他眼中那一闪而过的偏执，想起齐韵说的那番话，如果一辈子将我禁锢在他的视线范围是他的爱的话，那我宁愿没有。我岔开脑袋，不想看顾成河。你就是仗着老子宠你。我的态度激怒了顾成河，他一拳砸进墙壁里。我忍不住呲了他一句：是啊，你可真宠我，让你妹将我送给乞丐，把我像狗一样拴在这里，我还得谢谢你呢。之前的事是我错了，怪我当初没有搞清楚就误会你，瑶瑶我会让她付出代价，那你还将我孩子杀了，咱们现在两不相欠了，以后重新开始好不好？顾城和神色癫狂地禁锢着我的双手，我感觉他的精神已经不正常了。我心里涌起一丝异样，只淡淡说了一句：你先放开我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。不过我们已经没有以后了。之后顾城和每天晚上都执拗地睡在我的房间，但什么也没做。每天晚上凌晨进来，我早上醒来他已经走了。我暗地里做好准备，主动养好身体，等着齐韵带我出去。我没有等太久，1周以后，齐韵如约来了，还带了一群神秘人。我安安稳稳地被他们送到机场，一路上畅通无阻。严小姐，你是不是好奇我一个外人怎么能在成河的眼皮子底下将你送走？我闭目养神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应该是顾城和爸妈帮你的，而且今天顾城和应该是被派去出差了。齐韵赞赏的鼓掌，果然是聪明人，你猜得不错。而且顾伯父和顾伯母之所以会帮我，是因为顾城和为了你失了心智，竟然将瑶瑶送进了监狱。我难以置信地睁开眼，齐韵继续说道：你是不是好奇为什么成河会突然转变这么大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其实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本书，顾成河是男主，我是女主，他注定要爱上我，所以当他开始对你动心的时候，他会不受控制地伤害你。那我是炮灰女配对吧？
我的结局会怎样？原来如此，在原剧情里，你应该是死死缠着顾城河不放，最后生孩子难产死了。但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你应该也觉醒了。你没有按照故事的情节走，所以原来的结局对你没有参考意义。呵，我知道了，多谢你跟我说这么多。我抖着肩膀笑出声。我想活着，但可能活不了。我在齐韵的目送下上了飞机，在顾家的掩饰下，到了南方的一座小城生活。我在这里运用自己的专业找了个翻译的工作，工资不是很高，但完全足够养活我自己。小城市的人都很好，同事很友善，邻居大妈也很热心，看我是个自己独居的小姑娘，有点好吃的也会送给我。我和从前的生活完全断了联系，也没再听到任何关于顾城河的消息。我没有再出现莫名的惦记感，但我知道我应该也活不久，因为没有预兆地，我的身体一天天地衰败下去。我还是会在原定的时间点去世，只是方法不同。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我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。当然有时候也会抱怨命运的不公，就因为我是个注定要死的炮灰，我就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将自己的积蓄和赚来的钱都捐助给孤儿院。我希望像我一样的孤儿能够得到一点帮助。所以即使我被动地感受着生命在流逝的残忍，我还是能接受到外界的善意。这样平静的生活过了1年之后，我的身体彻底垮了，住进了医院。因为我没有亲人，我放弃了一切治疗，决定安心等待死神的到来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顾城河竟然来了。西西，对不起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错，你别丢下我。彼时的我已经憔悴得不成样子，抬手翻身对我都是高难度动作。我就静静看着趴在我床边痛哭流涕的顾城鹤，将我的手挣脱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想见到你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跟我赌气吗？这个世界只有我才是最爱你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医生把你治好。顾城河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将我的排斥视若无睹，自顾自跑到外面找医生。因为顾城河的缘故，从首都调来了更加厉害的医生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，但还是配合他们的检查。罢了，既然顾城河不认命，那就让他亲眼看着我走向死亡，这是我对他的惩罚。顾先生，严小姐已走，请节哀顺变。几天后，急救室外，我已经死了，我的灵魂飘在医院上空，看着医生给顾城河下死亡通知书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我的西西才不会这么快就走。顾城河捂住耳朵，一副不愿意多听的样子。后来是齐韵赶来了，他拉住死死不愿意让我进太平间的顾城河。顾城河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严西西死了，你是想让他死后也不得安宁吗？这就是你爱他的方式。我说了我爱他，他怎么就不愿意相信呢？我对他这么好。齐韵气笑了声，因为他早就不爱你了。你为了你自己的一己私欲，还想将他禁锢在你的身边，你们2个人是被你亲手推远的，是吗？顾城和精神恍惚的嘟囔，失魂落魄地放开了手。我的一切后事却都是齐韵帮我料理。顾城和始终像个行尸走肉一样，我以为我看到他这样会有报复的快感，实则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了。我想，我是早就将他放下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